雷射切割合板针孔相机组装示范。打开盒子会有一罐木工胶，还有相机的3个部分。我们从第一部分后板和旋钮2颗开始。首先在接合处点上木工胶，海绵的下面点上木工胶。插在这一片没有镭射，这个是曝光表的板子上面。插的时候有磁铁的地方要朝外面。另外一片也是。磁铁朝外，磁铁朝外。多出来的木工胶可以用卫生纸擦去。记得磁铁朝外，这边也是。然后在没有接板的这一面，点上木工胶。然后在这个圆洞的四周点上木工胶，贴上这块红色的 PVC。接着，有海绵的这一边必须跟曝光表在同一侧。曝光表、海绵同一侧。多出来的胶也是用卫生纸擦去。后板的部分就完成，然后放在一边让它等它干。接着是旋钮的部分，有2个是有磁铁的，那是最后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先从一般的开始，插上亚克力片，点上胶。
不用太多，有点到就好。然后再插上第二片，再点上胶水。第三片再粘上有磁铁的，磁铁朝上。一样溢出的胶水就用卫生纸涂掉。然后放着不要动它，大概10到15分钟，它就会凝固。就像这是大概10分钟之前煮的，它已经不会动了。所以第一部分组装后，我们就会有2个旋钮，还有相机的后板。再次强调，海绵跟曝光表在同一侧，磁铁朝外，磁铁朝外。接着第二部分，前板和快门板的部分。首先是这个 T 字形的把手，点上木工胶，在这个接准的2侧。这是快门板，它有一边是有磁铁的哈。那我们在没有磁铁的这一边，将 T 字形的部位把手插上，一样有溢出的胶水，用卫生纸擦掉就好了。前板这边有一颗磁铁，磁铁对磁铁，它会自动粘上。那我们要注意后面这边，快门板跟前进板必须平行，然后在这个圆圈内，没有被快门板挡到的地方点上胶水。将这个细字形的部位沿着这个圆圈的线粘上。要注意它的边缘跟快门板不要碰触到，它有一点间隙，这样你快门板在滑动的时候才不会跟它摩擦到。然后一样在圆圈内，没有被快门板接触到的地方点上胶水。再粘上这个圆环，一样沿着那个圆圈的线，这样前进板就完成。那一样，我们不要去动它，把它放在一边，大概10到15分钟，让它的胶干。
再来是第3部分，机身结构。这里的件数比较多，针孔片很薄哈，尽量不要去折到它。虽然是已经难免会折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尽量不要去碰它。我们先从这4小片曝光底片曝光区域的零件开始。首先将2片组合在一起。有字的要朝外，你不要把它粘在里面，要朝外。再来是这个部分，将它插上。忘了点胶，这个接准的部分一样，点上胶水。有字的地方要朝着外面，朝着外面，不要让它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有看到这里写着 button， 这是底部的部分。那我们就拿出另外2个写着 button 的部分，这里有凸出来的，先装上去。箭头跟箭头要同一个方向。一样在接触面点上胶水，让它插上。好，箭头对箭头，同一个方向，插上。第2片，好，没有凸出来的，一样点上胶水。箭头跟箭头同个方向插上。好，这样它的洞，3个洞才会对齐。你如果反方向，它洞就没有办法对齐，它会歪一边。接着是top 的部分。就是相机上方的，那要注意的是箭头跟箭头，一样要同一个方向。凸的这个一样先插下去，点上胶水。
箭头同方向，同方向的话就是要这个方向。有时候现在是朝上，转过来它也是朝上，都是同个方向。第二片没有凸的，一样箭头跟着箭头同方向，点上木工胶，插上。再来是这个，好，这是有磁铁跟箭头，那一样箭头跟这个箭头要朝向同一边。好，现在指着前面，就要这样子插上。那就在这个接触面点上木工胶。箭头朝向同一个方向，箭头。那另外一边也是。磁铁在里面，哈，箭头朝向前方，一样朝向前方。再来是这两片，好，这是拍照时角度线。那这里有一个箭头，它一样，要跟其他的箭头朝向同一个方向。那这里有写一个 left， 它就是箭头跟它们一样朝向前方的时候，它在左边，这是左边，那就是这样子插上，那一样点上胶水液。箭头朝向同一边，左侧。那这个拍摄的对角度线就要在外面，所以就是这样子插上。那一样点上胶水。这是 top 就是上面 ，bottom 就是下面啊。那接下来就是上板，拍摄的角度线跟箭头朝向同一个方向，所以是这样子插上。
中间有一个洞，放水平珠的，就是这个。在底部点上木工胶，不用太多，稍微一点点，把它放进去。然后底部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这个都有凸点，所以底部这一片有凸点哦，也是就跟其他的同一个方向。那这样机身结构就完成了。再来就是这块板子，好，这里有写一个 up， 意思就是说它要朝上，这样子放入的。那先在接触面点上胶水。up， 那这是前方，这是后方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这里装上前进板，也就是这一个，还有凸点跟凹点对齐就可以合上，点上胶水。这是上方，所以好字这样才是正好，那就对着凸出来跟凹下来的地方组合。再来有2片绒布纸，好，这是要贴在这个底片会经过的地方哈，因为木头本身会有毛刺，好，所以没有贴上这个的时候，怕会刮伤底片。
贴在中间，然后往两侧折下去。针孔片，好，放在中间这个圆洞放着，然后这个圆环它这里有写 inside， 好，表示它是要在里面的。你如果这样子放，好，字朝外的时候你会放不进去，因为它有一个角度，好，所以有字 inside 朝内放着，用力压下去就好。它就卡住，哦，不会掉下来。再来就是第一部分的2个旋钮，哦，因为这里有磁铁，这里有铁的滑丝垫片，好，所以你放下去它会自动吸上，好，你就可以过片，哦，不小心过头了还可以转回来，然后这就是背板，插上就可以。这样就完成喽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脚架的螺母，哦，然后最后一个部分，在里面点上胶水。这里底部有用木头封起来了，哈，方便我们做一个点胶的一个部分，好，这样插上去它才粘得住，用力压下去就可以。压到它平就可以了。完成。再来是装底片的方法，我们打开背盖，底片，空的片轴，新的底片，我们将底片插进空片轴，转个几圈，好，确定它够紧。空的片轴放在左侧，新的底片在右侧，好，把旋钮拿起来，对准再插下去就可以，好，它就可以转动。我们再插回后背盖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红窗看到底片的数字。
你会先看到箭头，因为这是柯达的底片，所以它出现柯达的字样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数字1，那表示是第一张，有点过头，它是1。好，那拍完的时候就转1在这，刚才那是脏掉了，这是1。第二张就是2。那拍摄的时候，就是把这是快门板往外拨，针孔就露出来，它就开始曝光。那比如说曝光3秒，我们就打开之后1、2、3盖回去，这样一张就拍完，然后再过片。那我们拍的时候，当然是针孔是朝前，就这个样子。曝光3秒。这里拉开1秒、2秒、3秒，推回去。那当然你如果慢慢推，也许会去动到相机。即使你有架脚架，也许还是会动到。那你可以快一点，比如说打开放掉，1秒、2秒、3秒，拍回去就好。你也可以稍微压着打开，1、2、3，拍回去。这里用手去做固定，就是自己抓感觉，多练习就可以了。那拍完，这是第3。1206×6可以拍12张，所以它会有数字到12、10、11、12。如果稍微卡住的话，你可以转一下。没有东西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。这里这边控片轴，这里就是拍完的底片，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。通常拍完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一个富士的话，它是一个贴纸；那柯达的话，你要沾口水才可以把它粘上，就可以拿去冲洗。这就是雷射切割合板针孔相机组装方法。